集团军原来并不等同于军，那集团军究竟是怎样的存在？这些有关集团军的冷知识你知道吗？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集团军。经过2016年的最新一轮军改之后，我国陆军已由18个集团军调整为最新的13个集团军。同时，集团军以下取消师级编制，采取编制规模更加精干的合成旅、合成营编制，形成了一个集团军下设6个合成旅、6个专业化旅，总共12个旅的编制安排，总人数大概在5万人左右。这就会给人一种集团军就等同于军的误解。毕竟从全球各国的普遍规律来看，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军的编制规模，而集团军则是在军级作战单位之上更高的一级编制，兵力规模根据编程方式以及需求的不同，可能会达到10几万、几十万，甚至在大战时期达到上百万都有可能。而且在军事主观的级别设置上，我军目前的集团军也容易让人误会。那除了兵力编制规模小以外，我军的集团军还有哪些因素会被误认为等同于军？首先是我军陆军集团军的军事主官被称为军长而非司令，其次在军衔上也是一般军长级别的少将军衔，与我军其他非直接战斗部队的军级单位首长级别一致。因此如今我军集团军主官的军衔是世界各国军队中是最低的。当然这并不仅仅只是统领指挥军队人数多少和级别大小的区别，背后反映的是集团军和军在作战属性上的本质区别。集团军和军究竟有何本质区别呢？在传统的军事编制上，军作为统领多个步兵师的最高级战术兵团，不管旗下的是摩托化步兵师还是全机械化步兵师，规模有多大，总的来看依然是单一兵种下的兵力堆砌。即使拥有更多火力强大的坦克、火炮和高炮单位，也依然是单一兵种的战术单位，只是已经是步兵战术单位的巅峰而已。而在其之上的集团军之所以能成为集团，则是因为除了步兵火力以外，还会变成专门的装甲兵、炮兵和防空兵以及陆军航空兵，还有电子对抗、工兵、防化等部队，形成一个多兵种合成的战役军团。也就是说，集团军是战役单位，而军只是最高级别的战术单位。相比之下，集团无论在编制规模还是等级上，自然都要更高一等。但是我军偏偏是个特例。我军集团军为何规模偏小、级别偏低？究竟是实力不行，还是有意为之？其实我军的集团军属于小型集团军，而另一种更常见的大型集团军则在2战前后被欧美等国广泛应用。但采取小型集团军也并非完全异类。2战后的苏军标准合成集团军就是小型集团军，人数在7万人左右。不过苏军在集团军之上还有规模更加庞大、诸兵种合成化更高的方面军，编制人数在17万左右。而美军则是将集团军规模拉大，编成10多个师，兵力规模最多可高达50万左右，形成一个特殊的大型战略战役集团。这样的集团军在面临大战时会使得指挥整合更加有效。比如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都动用了规模庞大的第3集团军。但实际上自冷战后期开始，美国就发现在信息化条件下，小型集团军才更符合时代需求。为何小型集团军现在更有优势？我军的集团军真的能够胜任大规模战争吗？如果以规模较小的小型集团军就能完成之前大型集团军才能实现的战役效果，自然不必要保留大型集团军。以前之所以会有军和集团军的区别，是因为步兵火力跟不上，想要达到预定目标，就需要靠堆人头的方式进行强化，堆到军1级已经是顶峰了。但在实际战争中，单靠单一步兵的军肯定不行，因而才有集团军的出现。而我军虽然早在红军时期就曾有过集团军的番号设置，国民党更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北伐时期就设立了集团军，但这类集团军要么只是为了国民党派系的划分，要么只是一个更高的军队规模级别而已。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都开始设立兵团，纵队1级的战役单位，实际上才有点真正集团军的意思。不过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却一度取消，后来也是设立小型集团军。对于发展中的我军来说，却恰好更加符合潮流。我军形成小型集团军原来并非偶然，在新中国成立后，除了一段特殊时期，我军在扩建备战外，后来一直在不断在寻求裁军以及提升军队现代化。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建设规模庞大的大型集团军明显是明智之举。直到最近的军改，原本24个集团军变为了18个，如今又变为了13个。此外，大量的装甲炮火、陆航防空和侦察特战以及信息防化等诸兵种以及先进装备的不断融合深入，也使得我军即便是使用一个小型集团军，也能够达到之前大型集团军远远达不到的效果。如今一个重型合成旅都足以形成超强的战术单位，甚至平推中小国家陆军，就证明我军的路子走对了。